润听起来像是一个逃的另外一种说法。你要逃离的如果是自己的生活的话，那你逃不掉，你会从自己的生活逃回到自己的生活，换了个地方。可是如果说你要逃离的东西是绑定在具体的地方，通过物理空间的远离，你是可以逃离的。我来美国大概5个月了，我是从厄瓜多尔一路北上，通过美墨边境，然后翻墙来到美国，差不多花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。你可以就是把它当成一条国际版的川藏线，每天都有很多人从成都骑自行车去拉萨，只不过不是去拉萨，而是去美国。离开中国来到美国，是因为在中国的一些环境里，确实我没有办法看到一些希望。在国内真的是，想吃一口饭对我来说已经很难了。到了美国之后，刚开始的兴奋，然后逐渐转换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去生存。在这边，就比如说底层的一些华人，其实从事的就是那几项工作：装修、餐馆、仓库还有按摩。这4种工作其实我都干了个遍。现在的工作是做按摩，从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，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待。如果有客人来的话，然后就会去做一些按摩。我老板对我挺好的，他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他也愿意去教我一些按摩的手法。按摩1个小时，其实加上小费，差不多快100美元了。按摩来消费的顾客，大部分来说是一些中产阶级以上，收入其实已经很满意了。我自己给我的感觉就是说，我得到了第2条新的生命，然后那一条生命其实在中国已经死了。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很难有第2次重新开始的机会，从头开始，从零开始。我很珍惜这次机会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我认识了我在美国的男友。2021年的时候来拜访他，结果没想到国内疫情严重了之后，我就回不去了。感情也好，半推半就的结了婚，又留下了。一开始是没有润的想法，后来就莫名其妙就等于润了。我现在不能工作，是依靠着我 partner 他的工作签在这里生活。可能我这一天早上起来跟我 partner 一起做点早饭，他要去上班，我就要在家待着，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。我也不是典型的家庭主妇，虽然我现在生活可能跟家庭主妇有点像，天天在家吃饭、做饭、收拾，然后搞点自己有的没的。好像不知道。你觉得我们现在生活就像这个 crack 嘛，就是钱虽然像水一样流进来，但是就一下就很快流出去了，因为只有一份收入。原因是只有一份收入吗？原因难道不是因为有一个 crack？ 你是说我是那个 crack 吗？不是你是 crack， 而是说我们在双方只有一个人有收入的情况下，家里的经济状况就像这个碗的 crack 一样。Nevertheless, it's useful. 洗水果很好用。不能工作这件事情是让我的社交生活有了很大的影响。我就过去在北京的是一个，朋友可能会说我社交花蝴蝶，天天出去找朋友玩，或者说是工作关系上认识很多人。来美国之后，我在这边除了我对象之外，谁也不认识。我要去参与这里的社会生活，又遇到了很多不顺利，就搞得我非常的苦恼。我最怀念中国地方是有一些不假思索就可以志同道合的朋友。
我来了美国之后，发现原来自己身上所携带着那么多属于我的文化背景，属于我的政治身份，属于我的跟这里的人格格不入的地方。我发现我要自我介绍的时候，我要先介绍说我是哪儿来的，我过去的经历是什么，讲述一整个过去的故事。我还得去想办法想跟我对面这个人有什么关系，我要找到跟这边人的联系，但这个联系不太好找，是人最让我没有办法割舍。从我接触到这个世界，我就知道我应该是属于女性的这样的一个性别。我和我的家里人去出柜，在中国生活的父母，他就会对我们的态度是一个由爱转恨的态度。我被我父亲就是赶出我的家庭，然后我的母亲，她知道我现在做了这个手术之后，就在想方设法的去寻找我，去对我实施暴力行为。被家庭和社会当成一个怪物，但是我们并不是怪物。我也很难说，就是像我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会让我们多么的痛苦。我有很多朋友，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，并且我当时也是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的。对我来说，我生命的意义就是成为你认同的那个性别的样子去生活。当时就决定说我要出去，要不就瑞士吧，因为瑞士有好多国际组织，我就去吧。或许我们去逃跑，去一个更远的地方，改变不了太多的过去，但是起码，如果你过去有再多的伤痕，你到了新的地方，你的所有悲伤情绪都会变得更轻。在我离开中国的时候，知道自己可能一辈子回不了中国了，然后看着飞机慢慢起飞，然后自己在飞机里悄悄的也哭了。但是第一次出国嘛，然后被国外的一些东西给吸引了，自己的这个注意力慢慢的也会转移。其实过一个星期就会被一些其他事情给冲淡。哎爸，今天其实就干了2个活，然后一个2个小时的，一个1个小时的，加起来有3个小时。3个小时的话，其实2个小时。对，有2个小时的，2个小时的话比较贵一点，差不多130美元。然后那个人还挺好的，他给我了100块钱的小费。一开始在国内觉得就是说彻底把自己的过去给打断，但是到了美国之后，其实才发现真的跟中国要100%的切割嘛。恶人所谋定的离我好远，恶人的灯何时熄灭？患难何时常临到我们他们呢？中国会以另一种方式不断的和你纠缠。在中国发生那些白纸运动，看着自己眼前美国啊，天多么的蓝，一片祥和，再看自己手机上的一些新闻，就感觉哇，我们活在是一个世界真的会把你就是从在美国的梦中，再把你拉回到你留在中国的一些回忆。我是23号到的苏黎世申请的庇护，然后乌鲁木齐大火是24号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一直是在密切关注着这就是国内的一些事情，大部分的时间在焦虑，在政治性的抑郁，在看着新闻。有一个我一起曾经做过活动的朋友，他参加和平抗议就被抓了。第2天我就去了日内瓦，立了一个释放所有白纸革命抗议者的一个海报。尽可能尽我们的一切努力，尝试在我现在这个位置去做一些事情，因为我相对于很多人来说，我是更安全的。我因为瑞士的人道主义援助可能在未来是能够活下去的，我就应该对得起救我出来的这份意义。我也要以后把它作为我的一个人生理想。我现在有一个梦想，我其实是想去读一个政治科学或者说相关的专业，然后去做一些就是关于难民的志愿工作。
我要去申请自己的工作签，就要去符合他的各种非常苛刻的标准。我到底过去有多少的成就值得上媒体报道？我有多少成就值得说是行业领先？我要怎么去把自己优秀人才的人设给立住？逃离了爬国内的体制的梯子，来美国之后，他还要问我说：“你在这个梯子里面爬到哪儿了？你不达到这个标啊，你是没有资格来的。” Run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，我觉得首先我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自我反思的机会，就是人生中很少有这样的机会，被困在家里，不断的跟自己这个较劲，不断的要去回答移民局对我提出的标准和疑问，说你到底价值几何？虽然我现在不能去上班挣钱，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人生阶段，让我去反思自己，觉得真正有意义去追求的方向。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被看见，不再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外来者的状态。之前看 NBA 对达拉斯的印象其实就是达拉斯小牛。达拉斯我很少去逛，我大部分时间就是去超市去购物，然后其他的时间就是在住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两点一线。对达拉斯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。我希望在美国的生活其实是很普通美国人的生活，有一个 house， 我能养条狗，每天就是正常上下班，今天可以去教堂啊，去跑跑步啊，去一些公园啊，喂喂鸭子啊，很美国的一个生活，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。我觉得我是蛮幸运的，我的人生有很多次是重生的，从我母亲虐待下逃离是一次重生，我做手术是一次重生，我从要自杀到这里又是一次重生，它对我来说是一次新的生命。润不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定是好的选择。比如说我散步的时候会想，我要忘掉此时此刻做不完的项目，做不到的事情，我要沉浸在美丽的大自然里。有时候也会想啊，我可真自由，这里没有人认识我。此时此刻，这一方天地只属于我。